这位妈妈打算破坏女儿的姻缘，毁掉女儿的前程，将她永远囚禁在自己身边。没想到动手的那一刻，一群吸血鬼充满了整个楼道。妈妈却看着为首的漂亮女人落下泪来。自从她1个月前走进那家球馆，一切都乱了套。那天下午，街坊四邻正陷在广场舞的余波中无法自拔，女人在房里则是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。先是从丈夫的口袋里翻出暧昧纸条，再是女儿的电话里爱答不理，敷衍至极。瞧着对面邻居的阖家欢乐，还有街上大妈们3、5好友结成的八卦小分队，女人打扫家务泄愤之余，唯有掏出手机召唤不再年轻的朋友们来相聚。可惜80年代的朋友们热衷于在天台上种菜，在客厅卧室追韩剧，在祠堂做道场。女人这通夺命连环 call是被柜门打断的，快掉下的玻璃柜门居然还藏着一副破败的乒乓球拍。反正破了柜，女人索性联系了许久未见的阿美。阿美经营着一家球馆，血红的颜料上书妈妈球馆。女人走啊走，看呀看，说干就干，乒乓在手，女人大杀四方，打得衣襟微湿，酣畅淋漓。只是阿美看起来纤细干练，青春靓丽，而自己则是人老珠黄，年华不在。为避免无法再与阿美相会，女人迅速约好明天见面的时间，并在举手投足之间装作不经意地提出下次见面必带礼物，言语之密，神情之殷切，简直让人无从插口。阿美却是支支吾吾着一再推脱，可也同样阻拦不了女人的热情似火。况且大家在一起比较有伴嘛。女人这句微弱的诉说简直让人无法拒绝。女人的讨好与卑微那么显而易见，随之而来的捡球似乎也顺理成章。不顾阿美的阻拦，女人径直跑过去俯下身子，够到小小的乒乓球，也划伤了自己的手臂。当她回来继续的时候，阿美却神色发白，面色看上去有些紧张。可接下来随着女人球拍一起挥下去的，还有案台上的一滩血，这个血量貌似是割伤了大动脉。女人带着这么重的伤，却神色如常，轻描淡写，仿佛刚才是洒血车发射。他还怪罪眼前这些人太过大惊小怪了。直到周围人如狼似虎的团聚上来，女人才觉得不对劲。阿美一双血红色的眼睛瞪起，吓得女人失声尖叫。那人张口就咬，后来者前赴后继，如狼似虎。只见血包四溅，血流如注，女人浑身痉挛，这副样子才是真的坏了大动脉。女人瞬间变成无知无觉的人形水库。阿美看得大嘴一张，赛亚人变身，以一敌众，把口渴的吸血鬼扒拉开，大吼一声，再喝人就没了。阿美无奈何，为了资源回流，当机立断，咬破大动脉，将自身的吸血鬼之血灌入女人的口中。自此，女人被迫重新交换血液。一觉在床上醒来，发现连阳光都碰不得，一怒之下披着床单跑球馆大闹。阿美倒是平静无波，淡定，你是这个月第10个了，事已至此，接受现实吧。变身吸血鬼，俩人顺手接到2球，以示身份，起码这技能还能糊弄糊弄幼儿园小朋友。女人接受命运，选择回家杀鸡喝血。突然接到女儿电话，临时回家。女人既开心又忐忑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把人接回了家，然后给女儿做饭，给自己准备鸭血。不成想女儿回家点个某，隔天就要走，还走得更远。你们事业做很大，跟你爸一样。你把这里当什么？旅馆啊？那你们谁要给我薪水啊？喂，等一下，临走那天，女儿拿着带血的衬衫质问，这位妈妈把拖把一摔，衬衫一扯，就一句我没事儿，逼问的急了。妈妈也只有一句，哪天我变成鬼，你也不会发现。女儿问不出来，索性不问，道声别就打算离开。当她即将步出房门的那一刻，女人冲了过来，不顾女儿的挣扎，一口咬上了大动脉。看着女儿缓缓停止了挣扎，然后她把躺在血泊之中毫无反应的女儿死死拥进怀里，久久不愿放开。再然后他被一声妈惊醒，刚才的一切都是幻想，眼前还是女儿整装待发的身影。女人看着看着，被一阵门声惊醒，是阿美。球馆的吸血鬼同类占满了整个楼道，其中还包括一位被母亲搂在怀里的吸血鬼小女孩。女人突然颤抖起来，她在阿美的抚慰下满眼充斥着泪水。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，他几欲上前，却被阿美制止。女人迫切地推开窗，女儿欢快地奔向自己的男友，走向自己的天地和自由。她不知道，身后的母亲哽咽地流着泪，看着她目不转睛，触及阳光的双手受到灼烧，也浑然未觉。
这部短片产自台湾，曾入围金马奖。这则烧脑短片给我们展现了空巢母亲的反抗与放手。我们看到母亲的孤独与压抑，同样看到子女不可避免的展翅高飞。他们或许爱着父母，可他们更爱外面广袤的天地，无限可能的未来。母女之间丧失心贴心的交流，仅剩彼此的指责。母亲对丧偶式婚姻无所适从，只能被动适应群体。当女儿拥有自己的生活圈之后，她开始偏执，想要病态的留住女儿。尽管如此，最终这位母亲还是做出了让步，可留给她的却满是伤感以及一大群吸血鬼同类。倘若双方最开始选择敞开心扉，告诉对方自己有多么孤独害怕，自己又多么担心彼此，对于未来又包含着怎样的希冀与期盼，那么剩下的未必满是伤感与隔阂。母女之间、亲情之间，应该是充斥着爱与包容的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